就有人问我说：“佩珍娜，你会唱歌吗？”我说：“会啊，会，我超会唱跳的。”那天我就是大唱好心情，一肩拎着腰，经常打我，场面也是蛮嗨的。是我听的是没有好心情，结果就挑了 Michael。你是一个女明星，怎么样也是。这柯凡哥在现场，他说：“小空，你下次不要接这个，人家是因为婚礼没有杀你。”真心分享小铃铛，欢迎3位死要面子的来宾，梁鹤群，大家好；小抠，大家好；果果，欢迎我们的职场专家王若薇，大家好；急诊科医师魏志伟，大家好。好，对有些人来说，面子值千金啊，做不到的事情啊，还要装模作样，硬盯下去。但是如果可以保住面子呢，就算了。哦，打肿脸总是要充胖子嘛。有的人是打肿了脸还当不成胖子。对，但我们是觉得好像会这种死要面子的人，好像男生比较多哎。你自己有哪个部分会比较硬要盯面子的吗？就是男生都会犯的错。哪一个？就是不相信导航。哦，是这一个方面，跟导航对骂，对，前方200公尺请右转，放屁，干嘛要右转？没办法，我们就是要让女生觉得我们自己很强，很强啊！那我们今天的3位来宾来看一看，我们为了面子找多少麻烦给自己。第一种是怎么样呢？说得到却做不到，办事能力大碰轰。好，我呢就是时间观念差，就是连婚礼很重要的事情都不小心你自己的婚礼，没有朋友的，永远不管我多提早出门或是睡过头，都会迟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那个婚礼，我就跟他说不用担心，婚礼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有良辰吉时，我怎么会迟到这样？别的事你会迟到，但是朋友的婚礼绝对你不会迟到的。对，然后反正我就去，然后去的时候就真的停车位怎么这么难找，然后就找了很久，找了1个多小时，然后还是1个多小时，没有我提早到了，找了1个多小时，所以后来迟到了差不多20-30分钟。对，然后后来到了之后才现场，就是朋友都知道说，你看你一定会迟到这样，然后他们才跟我解释说，因为我那个办婚礼的朋友也很会迟到，所以他自己的婚礼也有delay到，对，所以就真的还好，这样就是我们2个距离没有差太多。因为婚礼大部分也都是宴客的时候都会有点 delay 啦，是吗？对，通常都会，因为大家都会找不到车位啊。尤其啊，艺人的婚礼，对啊，那个喜帖应写6点半准时开席，对，入席嘛，那一般就7点开始。对，我曾经参加过某大哥的婚礼，也是一样6点半准时入席嘛。那我想说不可能6点半，笑死人，6点半去那就是没行情，我一定要拖到7点半，男主角要最后才现身嘛。7点半到的时候大概只来了1/3。然后那一天呢，就一路拖到已经8点半了，然后婚礼才正式开始。新郎呢就讲了一句说，我们今天可以有这么丰盛的晚餐，要感谢我们这位大厨，我们邀请大厨上台来为我们说几句话，顺便介绍今晚的菜色。然后那个大厨呢一上去讲乐等这样子，然后大厨讲完了以后，大厨自己又 Q 2厨了，二厨也要讲。然后呢？坐在前排，我就亲眼看到，于大哥，6点半就来，长辈都很准时，好不好？然后于大哥站起来，讲了一句话，然后摸摸肚子，我没懂啊，我出来把靠假爸给动，他去外面吃饱，对，还有再回来。但是鬼灵精怪的小梁，也有答应要做却做不到的事情。当然，这样啊。定做水缸玩游戏，险害电视台烟。哎呦，你是要水淹电视台？对，因为以前呢，这个大家竞争都很激烈嘛，对不对？你有这个单元，我们也要来弄那个。那有一天呢，宪哥就突发奇想，你也知道，宪哥就会很容易神来一笔。他说：“我跟你讲，如果这个单元我们把它发扬光大的话，会不会更好？怎么样发扬光大？”
大呢，他就说呢，我们来水中比一比。哦，就说比如说在你们想想看，比如说在水族馆的那个水族箱里面，很漂亮，然后找2个写真女星穿比基尼下去比一比，那个画面是不是就别开生面？听起来蛮厉害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说太棒了，宪哥你真的是冰雪聪明，这个台湾电视史只有你想得出来啊！哦，那宪哥说那差不多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录？宪哥给我们2个礼拜，我们最强的制作单位2个礼拜就帮你搞定了。哦，讲完以后我们就开始想办法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先请工作人员。全台湾所有只要有水族箱的打一轮，就说我们 Local King 要去那边出外景，那要求是里面可以容纳2个写真女星，写真女星，然后在里面这样，然后这样哈，然后打了一轮呢，全部都跟我们说没赛，不行。他说为什么？我们那个高知名度高的节目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主持人也这么有人气，为什么不行？他说不是啊。我们那个水族箱里面连我们的饲养员他都是穿潜水装，无菌杀菌。对，那一缸的鱼，那个不是几百万可以处理，那个是几千万的鱼，随便一只烘鱼啦、鲨鱼啦，动辄几十万、上百万的都有啦。你们写真女星穿比基尼谁知道它有什么菌？怕我们把它的环境整个污染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我们就说没关系，那我们自己来做，自己定做水族箱就是我们把那个制作费稍微呢这个把它挪动一下，有没有？搞了几十万出来，然后呢我们就真的去做了一个，因为那个水族箱要非常大，起码2个人要进去是 OK 的。然后我们从外面做完了以后呢，就用那个货车。搬到电视台的后台，然后我们找了8人大汉还扛不完因为太重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工读生啊，什么那个门口警卫，大家都来帮忙，想办法把它从货车里面扛到那个摄影棚后台的那个货梯，因为货梯才进得去嘛。对，好不容易搬，然后放到那个摄影棚的正中央了。太棒了，事情已经完成一半了，开始要灌水了。灌水分2组，好，比如你们2个就注水，那我们2个就先回去发通告，我们要发最辣的写真女星，因为第1集不能输。坐电车回到公司。屁股刚坐下来，电话准备拿起来打的时候，那边电话来了。小梁哥，你要不要来看一下？看一下什么？我们刚才看的，我们才坐电车回来，还好吧？对啊，小梁哥有2、3个小水柱啦。小水什么是小水柱？它会有接缝，可能在搬上搬下的过程中，稍微有了一些移动碰撞，所以你水一注下去，大概就会有一些小水柱出来。然后我们说真的吗？好，那我们赶快过去，赶快来继续注水1、2个小水柱，你们自己不会买那个实力控那个枪，赶快补一下就好了马上过去。等到我们过去的时候，已经不是2、3个小水柱，因为水一直在注嘛，对，已经大概有一些中水柱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住的那个一头热的时候呢，该台的节目部经理刚好来巡棚，然后看到我们说你们在干什么东西？我们说没有啊，水中比一比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又要破那个台湾综艺史上的收视纪录，就是这个单元了。经理，下礼拜你拭目以待。这干什么？拭目以待，先水给我先关掉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说注水啊，你们知道这个是会有压力的。你们有看那个动作片有没有？那个人砰掉到水缸，那水又有压力，然后那个玻璃砰出来，那个水这样是这样喷出来，那个鱼什么都是这样喷出来的吗？他说你知道，因为我们那个摄影棚在2楼嘛，1楼就是他们的业务部，电视台的金鸡母，我们制作单位，我们节目部是赔钱货，他们是金鸡母，因为他们是赚钱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你如果一淹的话，那我们整个电视台停止运作，对，所以是立刻把水关掉。这个东西给我拿出去，我下礼拜如果再看到这个东西，小梁我就把你的节目停掉。哇，这么落下狠话年轻人的创意就是被这些长官给扼杀，所以水中比一比，始终在台湾电视史上没有胎死腹中。这要怪全省的水族箱、水族馆的老板。还有那一位节目部经理，然后那个下次录影的时候，那个宪哥问说：“那个水中比一比，有，宪哥下礼拜又问，下礼拜，大概问了3次，他也心知肚明，他再也不问了。
OK，真的很爱很可惜的。我们以前就很怕那个宪哥哦，那个拿出他那部电脑，对，每当节目收视下滑的时候，他就说他电脑里面有100多个单元， idea 单元很多单元然，后随便点一个，然后就告诉我们做这个。啊，我水中比一比也是那个电脑里面，那个电脑对，那部电脑现在还有，还在，还有多少单元在里面啊？还是100多个。因为不能执行的有90几个。好，工作上真的不能夸大自己太多的能力，以免为自己添麻烦。职场上很多，哎对，大家会不会有注意到说，很多人的履历会去碰红，对然后就是有点夸大，他可能稍微负责一个小细节，他就说我是这个专案的负责人，有很多这样的竹人。科他部门口，他后来就说顾问，他把那个后面那个字很多找不到路的都会问门口有的。道理哦。可是我要跟大家说，台湾的职场很小，真的不要这样随便碰红。像我这边就是有一个朋友，他找了一个等于是专案的负责人啊，他的履历就是洋洋洒洒写说，哦，我负责过很多专案，他们是做公关活动公司的，然后他就碰红说，我认识很多大牌的主持人、大牌的明星、歌手。所以我都可以拿到友情价，像玉林哥他有提到，他说玉林哥跟我是很好的关系，我跟他合作过。所以他可以给我8888友情价主持一天。就后来呢，不是电话打不通，就是说啊他出国了，那不然我再打打看。就这样一拖再拖，结果后来好几个案子都这样子。那这个老板就是我的朋友，他觉得有点怪怪的。他开始去看他的履历，看着，他发现说，哎，里头有些他前公司的老板是他认识的人，就打电话去问了。他就说没有啊，他以前在我们这边就是负责道具，然后定场地。他说他没有负责通告什么这一块，然后专案也不是他做的，他就只负责小部分的细节。啊，然后结果后来他就想没关系，既然都来了，人也不好找，就试试看，看看他可以做到什么程度。啊，结果后来呢是。有一天到政府的一个公标案，那政府的公标案呢，他们也是一定要推出很大咖的来吸引政府，一定要选他们。对，就后来他就说，哦，我已经联系到了那个大咖，说他可以从国外过来。哇，对，然后他就说只要过来签了同意书、意向书，我们就可以合作。就后来呢，等了1个礼拜，5天过去了。最后到倒数2天的时候，我朋友越想越觉得奇怪，说他到底会不会来？他说他刚打电话给我说，他有一个行程耽误了，会晚一点。到前一天又说，他说今天凌晨12点他会到这边，然后一直到标案结束，那个大牌都没有出现，结果公司的这个标案。没拿到黄了，我朋友其实亏损蛮大一部分的，因为其实做活动他们都要准备很多资金嘛，结果这个案子就这样黄了以后，他当然也就把他资遣掉了。我朋友还算蛮有良心的，还付给他资遣费。对啊，这个哈不要随便相信人了。我常常就是会接到电话，然后说，哎，玉林哥有一个谁哈，然后说又曾经在你的公司待过，他还说哈，你那几年都靠他吃，靠他穿，这么厉害，谁呀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就讲哦，对我是真的靠他吃，靠他穿，因为他那时候负责便当跟帮我借衣服。他讲的好像是我公司的总经理一样，他就是提便当嘛，露营的时候，然后借戏服嘛，我们有时候演一些什么武大郎那一种的，这一问就知道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可是我觉得像我们在演艺圈，就是很多工作机会一来，你还是稍微就是要有一点自信，稍微小碰碰一下才接得到一些工作啊。你一定忘记你有一次有接一个活动，你还在当制作人的时候，警察的晚宴，对，还是尾牙之类的，然后你就有问我说：“哎，佩珍，那你会唱歌吗？”然后嗨的，我说会啊会，我超会唱跳的。他就也深信不疑，想说我平常那么活泼，应该还 OK。他都这样讲的，而且一般讲话声音好听，应该唱歌也 OK。然后我还记得那天我就是大展歌喉，就大唱好心情，就李玟的那一首，就一见你就要好心，然后大家场面也是蛮嗨的。然后唱完下来之后，玉林哥就说：“哎，佩珍，这一首好心情，你有很常唱吗？”然后我就说没有，他说下次不要再唱。因为警察同仁哦会给他面子，但是我听的是没有好心情。我之前也是碰红，然后有一次有个大哥哦，就是黑社会大哥，他的那个婚礼，然后就问我说我会不会跳舞之类，我还碰红说我会，因为我觉得说可以去唱一场很棒，而且是开场，结果我就挑了 Michael，然后我跳完之后呢，下面Michael，对，对我跳完之后呢，
那个客房哥在现场，他说小抠你下次不要接这个，人家是因为婚礼没有杀你，因为你真的最差的。你那个 Michael 怎么跳？不是一个女明星，怎么样也是。对呀，怎么会有？怎么会跳这其实是可个？以啊，小抠还曾经想要帮忙分担婆婆的辛苦，差点饿死婆婆。没穿新妇，没有，我是真的是齁新妇，好不好？晚餐你给他备料6小时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之前疫情嘛，大家不是都关在家里，然后关在家里，大家就会很少出去外面吃饭，所以那个时候婆婆呢就会在家里都煮3餐。对，那我就觉得我体恤她，因为她每天这样煮很累很辛苦哎，所以呢有一天我就跟婆婆讲说，婆婆你今天晚上就不要煮了，我来，我今天呢要好好做一个好媳妇，我要做一餐好吃的饭给大家吃。前几天我跟婆婆讲说，冰箱有什么菜不够我们再去补嘛，那补完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备，3、4点弄到大概6、7点，我还在煮，然后他们有点饿了，因为他们觉得时间好像差不多是晚餐的时间，长辈都还蛮准时吃饭的。对，是没错。然后呢，他就想说菜都没有端出来是怎么一回事，然后婆婆就来看，她看我就是在剁菜啊，还在弄东西，她说你已经备了3、4个小时，怎么还在备？我说没有，因为我要切仔细一点，东西要洗干净一点，每个蔬菜水果我都要洗得很干净。而且呢，婆婆发现说你不用一直洗，因为我只要切一个菜，我就洗那个菜刀，还有砧盘，然后呢，我不是用抹布这样擦过之后，我就觉得抹布脏了嘛，我要再洗一次抹布。对，那我洗完抹布，我手是不是脏了？我又要再洗手，所以我不断的在重复这个动作。结果我婆婆又等到8点，她说你的菜呢？然后有的东西还在烤箱里面烤，然后呢，后来你一定要就是全部上齐了才要来吃就对了，不能慢慢先吃。对，不能慢慢先吃。雨天于大哥那样。哦，我没懂啊，我穿了假发等他真的没懂。然后我在9点才上菜，对，9点多快10点，然后呢，我就端出意大利面呢，跟一些烤蔬菜，然后呢都冷掉了。但是我婆婆我就问说，好吃吗？好吃，他们也觉得还好。然后但是因为他们太饿了，他说以后你就不要再做菜，我来就好了。所以那一餐之后你应该再也没有做过了吧？我婆婆他们不准我再做菜。对呀，我觉得这也是那不会种菜的那个流程哦，对，不顺手。不顺啊。对，没错，就是没有那么。魏医师这边也是有遇过，就是说，真的是硬揽太多事情在自己身上，压力爆炸大，然后身体就出现状况。真的，我觉得有时候在职场上真的不要太逞强。你看，都来挂急诊了。我曾遇到一个中年男子。不服输，你知道他在那个职场里面的职位一直不上不下，那好不容易他上面的那个长官要退休了，他觉得机会来了，等到了，对，但是就是跟他同期也有一个女主管，他们2个其实就是平常就是一个竞争对手，而且那个女主管跟他们背后的大老板其实是有交情，所以他觉得我这次机会如果没抓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这个机会，所以其实他那个 team 就只要有案子，而且大家都觉得很困难，他就接，那其实他压力就是大到爆棚，然后再有一次他在做简报的时候，他就在台上报的时候就是上气不接下气，同仁就觉得很奇怪，你平常没听他说什么特别的慢性疾病，然后他就是到最后讲不下去，他瘫软在地上，就是整个已经僵硬啊，就会送急诊。后来我们一看啊，压力太大，过度换气。对，他被送来急诊，我们打了镇静的药物，让他的呼吸平顺之后，其实人慢慢就好了。可是很尴尬的是，我们旁边在急救，他在打呼，因为我们打了镇定剂之后，他睡得非常的熟，舒服。我就觉得后来每个礼拜都来，不行，好舒压。我后来就问他同事，我说哇，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那同事就跟我讲了这一串故事，他说。医师，我跟你说，他在1个礼拜前接了这些案子之后，他本来是像那个小梁哥这样，1个礼拜后他变成玉林哥这样。那我是说头发颜色一夜白发，然后而且他这1个礼拜几乎是失眠状态，所以其实他给自己的压力非常大，到最后很严重的过度换气被送来急诊，所以其实真的是要量力而为的。对啦，也不能做超乎负荷的事情。没错，好，再来看看还有哪部分我们大家会死要面子呢？就是口袋不深也要装好野，没钱还想使超能力。小抠，其实刚出道的时候，大家真的比较辛苦。然后呢，那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哥哥啊、姐姐们都会照顾，然后他们都会心疼我说我一个人这么努力啊，所以如果要吃饭啊，他就会就是揪我去，所以每次都让他们请。那请到最后，我们其实也会不好意思，就觉得都吃人家的，也要付出嘛。所以呢，有一天我就想说，我就找了一个餐厅，它是没有菜单的餐厅，对，然后大概一个人套餐是多少，那个费用我大概计算过了。那就邀请了大概三个那样子一个哥哥姐姐，
然后我想说，这样子的3个加我4个好，顶多这一餐就1万出头。OK， 我觉得我的那个计算范围内可以，那我就约了大家，然后大家就来，我说不管今天怎么样，就一定要让我请客。对，因为有时候说我要请，他们还会默默去付钱的那一种。然后他们说好啊，就让你请就让你请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说，很开心吃，但吃也要喝点酒嘛。没有想到吃得开心，也喝得很开心。等到要去结账的时候，已经超出我的预算了，因为喝得太开心，因为酒钱有时候真的比餐费还贵。对，虽然他们已经很克制喝了，但是呢，就是我结账本来是1万出，变成2万多，快3万。哇！对我来讲，我觉得那个金额是有点大笔，你知道吗？就硬把它付完，抖着付。然后呢，付完之后呢，因为我是月初请客嘛，我就发现我的房租费啊，所有的一些杂支付一付，我现在只剩3000块要吃饭。前一个课帮你高，对，高过，我只剩3000块，但我就是一个很死要面子的人啊，我也不敢跟别人讲，所以我就想了一招，回家偷食物，就是女儿贼啊，就是看家里冰箱有什么就拿什么菜，然后呢有泡面我就拿泡面，肉啊鱼啊我就把它带走。后来我才告诉我自己说，以后要做自己有能力的范围内，因为哥哥姐姐们很能体谅你吃这一餐，他们这样他们也该会觉得很心疼。像我这边有一个个案，他是讨好型人格，他也想要主管喜欢他嘛。主管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每次都会说，小梁，这个你帮我去买个早餐吧，这样买这个麦当当1号餐。然后他第一次他就接受了，买了1号餐，结果接着每一天，主管的讯息就是2号，就直接写2号。再来第3天3号，全部都是麦当当。那其实对于这个社会新鲜人来说，那可以是抵他早餐加午餐的钱。对，所以主管也都没有给他钱，然后就每天几号这样持续了1年哦，持续了1年，他都不敢要钱，然后他就早餐午餐不吃。他就只吃晚餐，1年瘦了10公斤，这样一直下去总不是办法嘛。对，终于要去要钱了，开口，他又有点傻，你知道吗？他有点直性子，他就在大家的面前去跟主管说：“月云哥，那个你欠我1年的这个麦当当的早餐钱，你可不可以还我？”那这个主管有点更小灯手气，就说：“你现在叫我拿，我怎么有办法一次拿那么多现金？而且你有必要在大家面前说吗？”更生气，没有面子，对，没有面子。所以这样子，后来到最后，他反而是遭受主管职场冷霸凌，因为主管很不爽嘛，让我没面子，那我也不让你好过。那我想要提醒大家说，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、聪明的做法，就是如果说真的主管请你买东西，你去买的时候，你回来找的钱，比方说买100块，99块找了1块钱，1块钱就说，运营哥这1块钱要不要先找你这样子啊？这总共是99块，你就比较好去讲，你把找的钱我给你1块，你给我100。对啊，差不多，就是先拿着发票过去，说下次要不要帮你打统编？对，就是用贴心的方式。那如果说主管说，我现在身上没有现金，对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可以 QR code，用 QR code，再不行，如果汇款，对，来配嘛，汇款都可以嘛。那如果真的再不行，没关系，你就这一次当认亲的一个人，下一次他来叫你买东西的时候，你可以跟他说。月云哥，上次因为你几天没有给我钱，我1个礼拜没吃饭我真的快要饿死，就是有点装可怜这样子，用这样的方式以退为进，不要硬碰硬，其实比较好。对呀，这也是一个好方法。不过小梁是演艺圈4大寇嘛，是4大抠男，4大抠男，之一，节俭出名啊，竟然也曾经为了耍帅跟流行到处凑钱，太不值得了吧？对，真的很不值得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年少轻狂啦。小男孩心中的梦想是什么？就是有一台摩托车，而且那个时候的车子50的就是 Dio， 对，100的就是名流100，还有更高级的叫名流150，那个算是摩托车界的劳斯莱斯。有这么严重？那个时候整个暑假呢，我都是在这个打工，完全没有在闲着，就一直打工。我还去过那个什么排骨店，在那边那个鸡腿不是你一大早要去把它那个筋抠出来啊，然后什么，不然它那个炸起来整个吃的口感会不好嘛。然后晚上我就去 MTV 打工，MTV 当少爷是不是？MTV 收盘子的那个，然后呢还去跟我妈妈再借了2万块，偷偷的不敢跟我爸爸讲，因为说要买摩托车，一般家长不愿意，不会答应，又凑了2万，好不容易凑到这个65000块买了。然后我想说这样骑去还不行，我还去中华路做了整套的制服定做的
白上衣、卡其裤，整套订的。当时我学校在阳明山嘛，那我们家住爱猫园那边，然后呢，我就骑，到了那个长庚医院的门口，然后地上有一滩水，好，那我想说，有一滩水又怎么样？我是名流150，我有手刹，我也有脚刹，一滩水焉能难得倒我？就算是一条河，我也是过得去，因为我是名流150。然后我不疑有他，我就骑过去，人车合一的冲过去吧。骑过去的时候，奇怪，怎么有一点滑？一滑，我情急之下呢，我就手刹车一压，然后整个就是整个人家是翘口链嘛，我是这样后轮弹起来，然后我是整个这样，然后整个雷残这样哗出去。做这个动作的应该就是刘德华的《追梦人》，新定做的制服啊，什么袖子也破了，裤管也破一个洞啦，啊，一些皮肉伤啊，然后我这样一掰一掰的起来，这都不要讲了，因为那是我个人，因为那个车才是重要的，我整台车这样哗下去，等于说一边是新的，一边整个磨烂，哇，那个什么叶子板啊，什么全部啪，全部都烂掉这样子，好难过。重点来了。如果是你会怎么做？就是已经搞成这样了嘛？你是按时骑到学校呢，还是就回家吧？回家吧。因为我把车子扶起来的时候，奇怪，怎么龙头怎么好像？因为你硬骑到学校也威风不起来啦。不起来啦。是要看你有没有好学啊。好学不在我的字典里，我就坐在那个长庚医院门口，我想说现在该怎么办？对，算了。那回家吧，然后回去也是被我妈骂啊，说第一天就搞成这样啊，就算了，好，这台车就毁了嘛，对不对？拿去那老板那边修了，摔不起来了嘛。开始每天吃泡面。哦，对，因为我所有的家当都压在这一台车上，还跟我妈借了2万，对，全部说花 all in。我觉得是你比较衰，因为一般看到水会闪啊，会从旁边绕。为什么要闪？没有啊，因为他是名流150，干嘛要闪？对啊，那事实现在给他再一次，他也一样不会闪，一样不会闪，因为我是名流150。至少人没事就好，人都好好的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因为卫医师这边有人是真的太惨了，花钱赔上自己的健康。我遇到那个个案是他就年轻人，大学生，然后就沉迷手游，沉迷那个就是网络的游戏，他就氪金氪了不少。那他沉迷到就是，你知道他坐着打手游打就开始屁股痛，他自己就解释。我常常就坐在荧幕前面，有点痔疮是很合理的事情，所以他就不理他。但是他到后来是他怎么做都痛，这个人也真能忍，就是可以一天只吃1餐，然后屁股痛也不就医，没有钱就医。对，其中有一天，因为屁股他不容易看到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结果到有一天他打，有东西流出来，屁股。对，他就想啊，惨了，痔疮破掉了，就是有痔疮再流点血，应该也是很合理的，一样不理他。但是到了那一天下午，他那个流的东西他已经觉得不对了，是大量的，就是对他感觉是那种源源不绝，就流他完了，我是不是会出血致死？如果一个男孩子如果是痔疮流血致死，这个颜面很不光彩，对，所以他就决定到医院去。结果那个一打开来看，他那个根本就不是痔疮，就是他屁股长了点啊。他就是不去理他，一直压迫，结果那一个痤疮旁边开始蜂窝性组织炎。我们看到的时候，其实几乎是一个拳头大的那个范围。那后来他就是因为脓已经积很多，他做到破掉了，所以那个脓水就开始跑出来。所以后来只好帮他打麻药之后，就帮他做清创处理，对，就是把那一个脓给清干净。好了，重点就是不要逞强，好吗？不要爱面子。还有来看看什么部分？就是以为身体是铁打的，就爱挑战人体能力的极限。小抠就是这样啊。我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人，然后因为有工作，我们当然就是使命的做嘛。那因为之前就是我有在拍戏，那有一天呢，就是我拍完了，我要回台北，然后呢，跟我就是演我阿嬷的阿春姨，她说她也要回到台北，我想说那她就不要坐公司车，我要回台北，我就载她，对，开始开，然后那个睡意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不断的呢，苦哎。开，因为阿春姨她很累嘛，那年纪对，她就睡着了，她睡着了，她就，所以她没有善尽陪你聊天的责任。就是要陪聊天，70几岁就不要勉强了，对她很困，然后我就不断打我自己，然后开进睡，那个更困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感觉催眠，没有止境，没有止境，景物一成不变嘛，对，真的止不住了，我就。
睡着了，然后呢车子就啪就擦撞到旁边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整个惊醒，我就哇，惨了。还好车子只是擦了一整条那一种，然后看阿春没关系，还在睡，然后我就很战战兢兢的就把他送到台北车站，就是他的目的地。后来呢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就千万不要这么累，但是有工作我还是继续做。然后过没多久，我那时候搬到山上，我就也是工作到很晚，然后呢到11、2点，没有想到我上去不到1分钟，我又困了。我在山上很危险呢。对，很晚，你知道我的车直接撞山。就啪，我就把整台车的那个引擎给撞烂了，整个都啪，然后大冒烟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也送去医院，然后那一台车子就是评估之后呢，车厂跟我讲说，如果我要换引擎的话，不如换一台新车，因为不划算。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些笔录啊，就是危险驾驶这样，就是真的不要那么累。还好旁边没有车，不然我要撞到。最后一次，其实我也是快睡着，然后就是真的睡着，我的脚就松开了，就在停红灯的时候就往前撞到前面那一台车，然后还好就是长得还算就是诚恳，下车一直赔不是道歉，对，一直道歉，就前面那台那个车主他原谅我，就没有事。但自从那一次之后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再怎么累，我都是要停在旁边先休息一下，再上路那一种。然后呢，除了就是开车很危险之外，还有就是做直播，因为前阵子呢，就是在今年初，其实我很常飞大陆去做直播，然后每周哦，我就5、6日都在上海，然后呢，其他时间就回来，每天这样飞，真的已经疲劳到一个不行。然后有一天我就发高烧，发到38度，但是那时候我早上要去搭飞机，我想说前一天晚上我稍微就是睡一下，因为高烧就会退了。5点多的时候，我的高烧还是一直不退，真的高烧不退也过不了关。对啊，所以呢，就是被拖去急诊，打了那个把那个我的高烧先压下来，对，退烧针，退烧针你会想不到，退烧针，你差点传出车祸。你现在好了吗？对，你好像那次撞到山壁以后到现在还没好。我就是还是撑过去之后，我就发现直播的时候，我就是会很想吐，因为都头昏啊，对，头晕。然后我就在旁边放一个垃圾桶，等到镜头就是在带他的时候，我在旁边然后再回来，然后镜头呢又带他然后我就不断的在就是整场拿出，已经气笑了，真的气笑，我就是会硬盯的那一种。哎，你真的好像蛮坎坷的。拼命对，然3后年。你知道我有一次也是去录新梅姐的节目，然后我已经整个也是有点头昏啊，然后就是一直在那边吐，然后讲到话的时候会讲一讲就是很想吐。那因为新梅姐看到我真的很不舒服，然后她就跟我讲说，小扣你赶快回去看医生休息。我说没关系，我可以撑完，我真的可以撑完。新梅姐就唠狠话，她就说你如果现在不回去休息看医生，我就封杀你，以后就不要来录了。对，然后因为他人很好，他人很好，他真正担心的是怕你吐在他身上。然后因为金梅姐这样讲，我就收一收，我就去，真的就赶快去就医。但我以前也是有这样过，但我也是摩托车，那也是车关。对，然后我那还好，是因为是很清晨的工作，所以路上没什么车。然后我停红绿灯，我应该在那里睡了有3、4个红绿灯，原地睡。对，我就发现我睡着，然后就骑，然后就撞安全岛。然后有那一次之后，我就其实也不太敢再骑车，因为觉得很危险，就不如坐 Uber 计程车就好。后来就比较注重车子了，但我也是有点像那个同学一样，我那时候是尾椎痛，但我就是还是硬接很多工作，然后就接那种很危险的工作，可能要去就是体验消防员啊，穿那个很重的衣服，然后去那里灭火，然后在那里练舞，在地上滚来滚去，然后后来才发现，哎，原来是怀孕了，所以的尾椎痛。然后那时候就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就说，哎，真的还好，宝宝有那个抓着。对，他说你做很多很危险的事情，很多人的剧烈的动。对啊，后面就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。好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很多女生都是拼命3娘，但都是在怀孕为了生小孩的时候才开始爱自己，然后知道要多休息。但男生就是比较蛮陪，就是怎样那些小毛病都死不看，真的很爱面子。对，就是面子真的有时候会害人。我遇过一个中年男子，那他其实本身就有腹股沟疝气。那这个疝气其实跟他是共存的，他每次肠子从那个腹股沟那个洞掉出去到阴囊里面，那个疝气发生，但是因为都没有卡住，这可以共存。对，因为他就是没卡住，所以其实虽然那个洞在，对，他就是会每次只要一咳嗽跑出去，哎，他就把它压回去。男生就会害羞。反正他其实很在意这件事情，而且也不想让人家知道。那有一次他就是跟一群朋友去旅游，到那个山里面去类似健行还是什么，就是在山里面。那
他们在走的时候，就是它就一直掉出来，然后他就得要不经意就是把它压回去，压回去，到后来卡住了。他觉得压不太回去，可是一开始他没有什么症状，他就忍。结果这样子过了一天，早上起来的时候他是痛到冒冷汗，然后没办法直立身体，然后他的朋友看到就这样不太对，是不是要送山下的急诊？他本来还硬撑，可是真的是太痛了，所以他就被他的同事送到山下的急诊室来。那我们看到他的时候，他还在撑。那后来我就帮他打了止痛，我就开始试着要帮他推回去。可是那个真的卡太久了，卡在那个地方肠子，因为卡住回不去循环，会变得它就会更肿，所以卡在外面就是越卡越肿。所以我后来帮他弄的时候，他尖叫了一下，就是被我推回去，嘣就进去了。对，进去之后，他整个疼痛完全缓解。后来就是因为那个肠子实在是太肿胀，我后来是有开一些药给他，然后请他在急诊观察。你知道，其实他再拖久一点，那个肠子一直回不去循环之后，最后那个肠子会坏死，会要切肠子的。那疝气不能根治吗？可以开刀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开刀把它修补起来啊。等下他为什么不开刀也是怪。对啊，我也都长那么大了还不开刀，就是爱面子，他又觉得可以共存。他就是只要一个不经意就压回去啊，爱面子啊。小梁也是忙成这样，只要有钱来就一定要工作的吧？对啊，我跟运哥的理念我们都是一样的，钱来就干呐。而且那个时候，因为你在幕后领的是死薪水嘛，那个时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可以到幕前去发展，他想说哇，收入其实还差蛮多的，那就想说是不是可以说自己是不是可以再给自己一个机会这样？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记得那个伟忠哥有一个戏哈，那个戏呢就是他的主景就是一个客栈，然后呢就叫我去试戏，那制作人是赵哥，那一天呢他们叫我演一个掌柜的角色，因为那个客栈里面不是有店小二也有掌柜的嘛，算账的拿个算盘这样子。然后呢那一天呢我本来好好的贴个头套，那伟忠哥硬要把我粘成像胡须章这样子，他觉得很好笑，然后说 OK 就是你了这样。就后来赵哥就开始要来敲时间了嘛，那我说赵哥，可是你确定吗？因为我真的，因为我那时候在电视台上班，对，然后我还有影要录，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还要开会干嘛的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还演了一个偶像剧，就是那个无敌三宝妹，我演郭采洁的哥哥，对，然后呢又要去接你这个，我说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分身乏术这样子啊，那可能然后赵哥说，你在担心这个干什么啊？我是制作人，班表我在排的，我想说今天都排你，明天不排你，那也都是我在处理的，你怎么会担心这个呢？我们是警行厅男孩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好，我说好，那赵哥，那到时候你要帮我，你要照我这样子，好，那我就去拍了嘛。不好意思，去拍了就没有停止的一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那客栈是主景嘛，对，那主要的人物也都是在客栈里面，然后是每天有一个不同的故事进来，即便不在我身上，你也都要。里面有个掌柜啊，里面可能也会搭一两句话，比如说玉林哥来，客官请坐什么，你还是会搭一两句话嘛，对不对？就变得你躲不掉，就对了。我说那赵哥真的是没有办法换吗？每一集都有我吗？那还是你叫编剧就让我领便当好了嘛？就是直接。然后赵哥就两面人就开始翻脸了，哇，你现在不演剧演是不是？哇塞，内裤大到穿不下了就对了，大头症就对了。哇，你现在不得了了，伟忠哥的戏你剧演就对了。我说，赵哥不是，可是因为刚开始拍的时候，你不是说因为你是制作人，你可以帮我调时间什么的？有，时间我在调钱你在领，又不是我在领。一语惊醒梦中人。去还是有钱啊，那为什么不去呢？我那时候后来去到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那个化妆都要一大早去，要粘胡子，要粘头套，好，那要干嘛的？有时候出个外景的话，那个你头套拔下来，整个好像水壶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汗水都闷在那个里面嘛。画到有一天，那个化妆老师说：“小梁，你怎么好像画不上去了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我那时候已经那个免疫系统下降，我整个已经有荨麻疹了，就是脸很不吃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就算了啊，我刚刚不是说粘头套嘛，一粘一整天才拔下来嘛，对不对？我的头已经就是长了一颗一颗的，像条啊还是顶啊，不知道了，有点像青春痘长满了在头上这样子。那个再继续下去，你会变那个佛祖有落发的可能，有落发可能。后来我去那个皮肤科看，他说你这个已经是异位性皮肤炎了，因为你免疫力下降，就整个都发出来了这样子。
到后来那个时候，就是以整个人搞到每天去那个拍戏，还要打针，还要吃药，然后硬把它拍到完。哎呀，他皮肤整个就烂了。烂掉。其实小梁哥刚刚的案子是一个大家要注意的案例，就是不要随便吃主管画下的大饼。对，有的时候他可能前面答应你，可是后面呢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像我这边有一个个案，他找工作，就是因为他到大陆的时候呢，这个董事长人很好，说，你人生地不熟，从台湾来大陆，要不要住在我们的宿舍？好，那他一听当然好啊，他就住在宿舍里头。那他做的是教育工作，教育机构，他要负责备课啊，照顾这些小朋友啊。然后呢，他就住在宿舍嘛，所以他一天是工作14个小时之外，还要昂扣哦，就是董事长想到就叫他来开会，因为太近了，因为他就住在宿舍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变成说1个月平均下来就是只休1天，那1天都工作14个小时以上。那后来就这样子，他发现他头发开始慢慢的掉了，他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哦，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多休1天啊？还是说我可以回台湾去看看我的头发是不是怎么了？结果那董事长说不行，你走了这些小孩子怎么办？他们的课没有人上啊，会影响到他们的进度。好，他就觉得不行，我撑得下去。他也是一个男生嘛，他觉得我可以撑着，后来他牙龈发炎了，不去看就忍，他觉得牙龈发炎应该也还好吧。对，就忍了一段时间，就后来变成蜂窝性组织炎，他脸整个也是长得棒球这么大，然后他整个脸都歪掉。后来是到他上课的时候，他边讲课边流口水，董事长才说好吧，让你回台湾去看，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讲课了。他回台湾看了之后呢，他这个脸是他有开刀弄好了。可是他头发再也回不来了。你说脸还要开刀啊？对，他的脸已经到达要开刀，对，他要清创。他后来就是到现在头发就是真的就是秃了，长不回来了，没头发。他因为这件事情他辞职了，因为头发变了新的女朋友，所以他觉得很受创。那也是后来他就决定说留在台湾再找工作。所以无论如何呢，面子绝对不会比安全跟健康更重要了。今天这么多故事呢，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太勉强自己，对，要适时的给自己伤几雷啦。对啊，所有事情一定要量力而为，才有更好的表现。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花絮，请大家追踪真心非常小铃铛的脸书，还有未来戏剧台的YT 频道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